在2023年的2月7號，這個是我那個新疆的好朋友送給了我一台有故事的1997年生產的本田 CB400，但是我覺得蹲在這裡修這台車根本不符合咱倆曾經在北京受過的高等教育。於是我又在2024年的3月初，為了修這台車，費了老勁制作了一台重型的摩托車升降平台。只因為你說你喜歡綠色，我就給它噴塗了這個顏色，貼上了標籤。它像極了大工廠生產的東西，但它很實用，沒有被電源所束縛，而且遙控控制的升降。但是這台29歲的 CB400 成色很糟糕，發黃燒焦的大燈，快鏽爛的排氣，漏油嚴重的發動機，雜亂的線路，這些足可以說明咱倆修這台車得費老勁了。車的外殼大部分都有膠水沾過的痕跡，發動機的內部竟然還放出來了自來水。就單從這些來看，原車主根本不拿這車當玩意兒。看來咱倆修復全車的計劃就要從這台發動機開始。戴好你的手套，咱倆要幹活了。這裡竟然有鐵末出現，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如果在發動機的磁缸裡都發現了鐵末，可想而知這車的磨損有多大。這裡情況可不太妙呀！看來咱倆得加快拆解全車的進度了。难怪这個螺絲它是後換的，它怎麼還造路扣了呢？就這顆螺絲的損壞，給我帶來了很不好的預感。但是在我繼續拆下去的時候，好像也並沒有因為這顆螺絲導致的凸輪軸損壞，咱倆還是挺幸運的。我順着它的缸蓋繼續給它往下捋。幸虧咱倆在2021年的1月初的時候修過一台本田的 CBR237，所以知道這嘎還隱藏了一個螺絲，需要先拆下它，才能打開它的缸頭蓋。哎呦，咱倆真中獎了，它這個活塞的頂部都修成了這個樣。請原諒我在北京沒有讀文科，我無法準確地描述現在的心情。它就連這塊都腐蝕嚴重，但它的中缸卻很好，沒有一絲的磨損。這可能就是小本子製造的材料跟工藝有很大的原因。但是旁邊跑冷卻液的地方卻堵滿了雜質，應該是上個車主給它加了自來水的原因吧。全車一共4個活塞，只有2缸還可以用，其他都完蛋了。現在也只能祈禱它最重要的曲軸不要有損傷。於是我就給發動機調了個個，繼續往下拆。我拆開了它的箱體，打眼一看還挺好的，但這一切的美好都止於一句貴族的語言。我操！现在我給這台發動機就算全部的分解完成，它最大的問題就是連桿上面的小瓦磨損嚴重，4個活塞傷了3個，這個就是它的機油潤滑不夠導致的結果。萬幸的是它的發動機的中缸、曲軸都沒有問題，這真的要歸功於小本子製造所用的材料的關係。但是它缸蓋一共有16個氣門，13個都關閉不嚴，後續研磨氣門得費老勁了。接下來請你戴好膠皮手套，咱倆要清一下發動機內部的零件。
因為這次有你的幫忙，我沒有召喚我的分身出來清洗零件，但是你看，這些就是發動機內部的零件，只有這一些而已。不禁的感嘆，咱倆膽子是真大，記性也是真的好。更要感嘆，小本子在1997年的時候的制造業都是這麼牛。这個就是它的鋼桿，可以看到這嘎的鏽漬，還有這裡面的積碳已經非常多，簡單刷洗我覺得是白費。看來咱倆要給它上點武力才行。我給他用乾冰清洗機給气門口都做了清理，超級的乾淨。鋼蓋的平面又用了3000號的砂紙燙了一遍，只不過還剩下這種小的坑洼，忽略不計，不耽誤使用。咱倆現在看到的這些就是這台發動機所有的零件，我給它按了大小個排放整齊。好在這裡面需要更換的零件不是很多，但時隔28年，我費了老勁只找到了它的活塞3件套，還有2杆瓦片。因為大瓦的磨損量都在規定的範圍內，我就用原來的吧。現在請帶上你的腦瓜，咱倆要裝車了。这个螺丝多了0.9，我觉得问题不大。现在这个发动机就差不多完成了1/3多一點，剩下的活都在這個鋼頭蓋上。燃燒室我也是用乾冰清洗了，但是你看，這些都是它鋼頭蓋的小附件，而且它的氣門都鏽成了這個樣。我把這些氣門挨個的夾在機床上，先是用砂紙打磨除鏽，然後各掃各碼，依次的擺放整齊，然後又對它們進行了再次的研磨，確保它們不漏氣。
至此，這台發動機就算是組裝完成，真像你說的也沒啥難度。但你看它的外表，氧化掉皮，下面還有磕碰，看来咱倆要去給它做個噴砂才行。請眯好你的眼睛，這個埋汰活我自己摟就行。可以睜開你的眼睛了，我已經給它打成了铸鋁本身的顏色，白灰白灰的，質感很棒。接下來還是老的套路，噴個高溫底漆，再給它噴個耐高溫的哑光黑。怎麼樣？這回這個發動機就像剛修過的吧？尤其是這個啞光黑色，也是真的漂亮，很有質感。現在咱倆就給它的附件都装回去，我要嘗試啟動它了。可能是因為加了機油的原因，现在连你都覺得這個發動機的顏值真漂亮。但是你再來看它全車的線路，也許是因為這些年被反覆的維修，已經亂成了一團。看來咱倆還得給它做個大概的整理，只保留它必要的啟動線路就行。我去掉了這台車所有无關啟動的電線，但它依舊還有這麼多。等後續上車，再給它按實際的長度再去做精簡吧。现在我已經臨時給它接了電，送了油，可以嘗試啟動了。祝好運。至此，這台28年前小本子生產的本田 CB400的發動機就算是修復完畢，它的狀態良好，沒有異響，咱倆真棒。而且它這個發動機的外觀的造型也是真的漂亮。然後我又為了它的顏值蹦回了2024年的夏天，我把剩下的車架全部拆散，我要把這台車改得配得上現在這台發動機的顏值。我切掉了它後尾架多餘的浪檔，換上了這個我喜歡好久的大菠蘿花紋胎，配上它這個精緻的發動機，這車將來一定會很酷。等着我，祝你身體健康，發財。